買 Type R 的人哦，都是頭腦有一點問題的人啊。So 這句話很明顯不是我講的，這句話不是出自我口中，這句話是出自馬來西亞一個很著名的網紅。那他的觀點就是啊，他說哇，不管你是 FK8 還是 FL5， 哇，你花30幾萬、40幾萬，你花300多千、400多千去買一個 Civic， 呀，我知道你是 Type R，Type R 很厲害 ，but 你還是一個 Civic， 你是一個 Civic。So那一天除夕吧，我就準備要開着這個車子回去新山。那因為我過年通常都會拿很多 test car， 那我的朋友就說：“你過年這次開什麼車回新山？你開 Civic 啊？”我講 No， 我不是開 Civic， 我開的是 Type R。所以他講沒有嗎？我看你那個就是 Civic 嗎？我講不一樣，我這個不是 Civic， 我這個是 Type R。所以呀，他沒有什麼概念啦，所以我就開 Honda Malaysia 的官網，我就 show 他。Honda Civic Type R 在 Malaysia 的網站叫 Type R 而已啊，沒有 Civic 那個字啊，所以它的價格是 Type R 399,900塊，這個是官方售價。So 為什麼 Type R 會這麼貴？那我們一樣來啊 ，OK？ 首先我們要知道啊，這個 Peninsula Malaysia 賣399,900塊的 Honda Civic Type R FL5 在Langkawi呢是219,900塊。然後我們回去日本當地看日本售價啊，你看每次觀眾只會講哇，你看在中國車在中國賣這麼便宜，來到馬來西亞賣這麼貴啊，為什麼中國只要賣這個價錢，馬來西亞賣這個價錢？那你有沒有想過啊？從日本 CB 整中進口來馬來西亞的日本車，在日本當地的售價便宜到一個你沒有辦法想象。你看啊，我家裡停着2輛車，然後我們來看它的 Malaysia 價格。是這樣子，然後我們再來看它的日本當地售價是日元，然後你再把那個日元 convert 到 ringgit 的話，你就可以知道到底這個錢跑去哪裡，到底是因為這個車貴，還是因為這個稅很貴。那我們來看馬來西亞普通版的 Honda Civic eHEV， 就是 Civic Hybrid 是賣167,900塊，那167,900塊跟399,900塊，然後你再看日本的這個 Civic eHEV 跟 Civic Type R 的價格，沒有像我們差到這麼遠。當然，這個是 CKD 跟 CBO 你懂了 ，OK， 就不用再長篇大論寫3000個字來解釋這個東西。But 因為這是非常難得有機會可以開着這個 Civic Type R 回去新山過年。嚴格來講啊，我回家不到24小時，因為我凌晨3點開車。6點多我到新山，然後除夕夜吃了團圓飯，大概10點多我就開車回來 KL， 所以基本上我3點出門，我2點多我就回到 KL 的家了。因為我這一次試駕 Honda Civic Type R FL5 跟我上一次試駕，我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變化。你要知道啊，在過去1年、過去2年裡面，市場上多了很多電動車然後整個價格。算價格戰嘛，就是總之就是你看這個 Civic Type R 現在0到100是 5.5 秒。我記得在我小時候这個 Honda FD2R 那個時候它的0到100，哇，你真的會覺得哇，我花這個200多錢買到一個 FD2R， 哇，這個0到100，你知道嗎？快過 Mercedes， 快過 BMW， 很開心。可是現在你看 5.5 秒 ，Come on 啦，我們都知道你要買一個 4.4 秒的車，甚至你要買一個3.1秒破百的車子。這個都比它便宜很多很多啦，所以你在講買一個Type R追求0到100 319個PS 的馬力，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你買Type R的目的了。OK，你知道你為什麼要買 Type R， 你知道 Type R 到底是什麼東西，而且我相信我覺得99% 買 Honda Civic Type R 的人，我講的是第一批或者第2批車主沒有人開過這個車。沒有一個人就很像法拉利這樣子，沒有幾個人是說哇，我要去 showroom 試駕了Type R我再決定要不要買，沒有人會這樣子的。我跟你講，你要買就買了的，你買了你才開的，哪裡有人講我要試駕了Type R才知道它好不好開。Type R 好不好開，Type R 有沒有力，就跟法拉利有沒有力，法拉利好不好開是一樣的道理來的。這根本不是一個需要問的東西，根本不是一個需要討論、需
學的東西。Come on, it's a sense, it's a common sense. Type R 好不好開，仲使慢嘅，係咪？So 呀，我要講的是，因為我這一次開 Type R 的心境跟之前很大的不同，就是在過去的1-2年裡面，我自己平時已經習慣開後輪驅動的車子，或者是後輪驅動為主的車，四輪驅動。電動車也好，汽油車也好，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前輪驅動的車子，特別是大馬力前驅車，它的硬傷就是它還是一個前驅車呀。我們知道它是 Nürburgring 最速前驅車 ，Nürburgring Nordschleife 最快的前驅車我們知道它是前驅王者，但是我們不太了解為什麼它可以成為前驅的王者，是因為它的馬力很大嗎？那恰恰是因為它是前驅車啊，如果你把馬力扭力做得更大，其實它 hold 不住的。但是為什麼 FL5 hold 得住？為什麼我開了幾天這個 FL5 越開越好開？你甚至有時候會忘記掉自己在開一個，你會懷疑它是不是一個 front wheel drive。Honda 到底做了什麼啊？這個 Honda Racing Department 到底下放了什麼樣的技術？到底為它加了什麼東西？你在慢速低速開的時候啊，你會覺得整個轉向柱很硬邦邦，你要好像手要有 muscle 才能夠去擺動它。但是當車子上了軌道之後啊，你會發現你在擺動的時候，它完全沒有前驅車的那一種，怎麼講？就是因為重量分配啊。你的前軸要負責驅動車子，你的前軸同時也要負責轉向，所以前軸有時候當這個扭力一來的時候，你會覺得手忙腳亂啊。它要同時做兩件事情，這是所有前驅車的特性。可是為什麼 FL5 不會有這個感覺？那因為呢，它採用了 Honda 的 Dual Axis Strut 這個東西，其實是從 FK2 就開始了的。那你看啊，它還是一個 McPherson 懸掛，但它是一個變種的 McPherson， 它不是 Double Wishbone， 它也不是雙 AB。怎麼講？它把 Steering 跟 Damping 這兩個東西物理分離，所以轉向柱呢是有一個獨立的 knuckle， 就是一個節點將它去支撐，然後 Damping 再做 Damping 的事情，所以這樣子做啊，它可以確保你在加大馬力扭力來的時候呢，它的前軸不會嘎啷嘎不，它不會自己打自己，所以你在擺的時候，車子它非常的聽話，它非常的順。再來前驅車有時候這個尾巴會跟不上，因為前面太快，你擺的時候可能尾巴跟不到。但是啊，這個 Civic Type R FL5 它的後面的 bushing 做了很大的加強，所以它大大的提升了車尾的跟隨性。所以你一擺的時候，你一過就過，你一過就過，過一個再下一個，再下一個，所以它已經是前驅車的一個天花板。那這個東西在過去都只有放在 FK2、FK8、FL5， 但是呢，我之前在 Honda Toshigi Brand 的時候，我試駕了這個 Honda Prelude， 就是最新即將來到馬來西亞市場的 Honda Prelude。那 Honda Prelude 雖然沒有 K24C1 的紅頭引擎，沒有這個你知道嗎 Honda 的 VTEC Turbo 引擎，但是啊 Honda Prelude 它同樣採用了跟 Type R 一樣的 Dual Axis Suspension、Dual Axis Strut， 還有這個 Adaptive Damping 系統。Of course， 作為一個 Grand Touring， 作為一個 GT 車型，它的 tuning 會比 Type R 更加的舒服。然後因為車子的 Hybrid System 等等，它其實還比 Civic Hybrid 重。Right， 但還是一個很好開的車，真的很好開的車。所有對 Honda Prelude 抱有疑問的人，開了之後都會知道，都會 get 到那個 point 啦。OK，What's the point？What's the point？ 你 get the point， 為你駕到那輛車子。Right，So Honda 為它提供了非常多的駕駛模式，有 Comfort Mode、Sport Mode 跟 Individual Mode， 你可以調整非常多的東西，從 Engine 到 Steering 到 Suspension、Engine Sound， 還有 Rev Matching 都可以調整。然後再來呢，在熒幕裡面我們還看到它有 Honda Lock R 的這個 Data Log 你可以看到車子的 G-Force， 車子的各種的行車資訊。那雖然我們都知道 Civic Type R FL5 有無限的改裝潛力，但是啊，它真正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一個可以 Stock Track， 它可以原裝下賽道，它可以原裝下賽道、挑戰賽道、挑戰圈速的一個車子，因為它有很好的散熱系統。
它有 Brembo 的4活塞剎車卡鉗，然後它的輪胎也 hold 得住，所以這個是它的價值。那至於買 Type R 的人是不是頭腦有問題？我覺得講這句話的人頭腦可能有問題啦，因為你要知道東西是，你知道我意思嗎？你要去 appreciate 這個 Honda Civic Type R。我們講一台車子的3大件就是引擎、變速箱跟底盤。K20 的紅頭引擎 ，6-speed manual gearbox with rev matching， 還有 Honda Type R 的強化底盤 ，Dual Axis Strut Adaptive Damping System。OK， 然後在附加價值就是我坐在了這個Alcantara的椅子 ，Type R 的Alcantara。我每次要講這個，就是因為我上次在意大利北部試駕 Ferrari Puro Sangue 的時候，那他們是邀請了Alcantara的設計師來，所以那個Alcantara的設計師跟我講，這個椅子是他設計的，就是這個椅子的 material， 包括這個方向盤上面的Alcantara，這一個 FL5 的Alcantara Steering Wheel 是他設計過難度最高的一個作品，那個面料、那個縫線等等，所以你不是在買一個 Civic， 你絕對不是在買一個 Civic。如果有人跟你講它只是一個 Civic， 這樣他就有問題了，你要share影片給他看了。當然我不。我也理解了，因為不是每個人了解什麼是賽道，不是每個人了解什麼是 Nürburgring Nordschleife， 不是每個人知道什麼是 Suzuka Circuit， 不是所有人都 appreciate 賽車 DNA， 這個是我覺得年輕一代時下的市場最缺乏的東西，就是大家都忘記了純粹的賽車血統，大家好像都沉迷於冰箱、彩電、大沙發，大家都陶醉於0到100 3秒、2.9秒。多少秒，可是他們忘記了駕駛樂趣。它是消費情懷嗎？我覺得不是的，它還是一個硬實力。尤其在今天啊，雙馬達、3馬達、4馬達Dual Motor、Triple Motor、Quad Motor 可以做到2000匹、3000匹，哔哩吧啦，安裝。不過前驅車的天花板，沒有幾個人願意去做，或者沒有幾個人有這個硬實力，沒有幾個人有這個技術實力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，right？ normal mode 而已。Manual is the best。我開過500匹的車子，我開過600匹的車子，我開過700匹的車子，我開過800匹的車子，我開過900匹的車子，我開過1000匹的車子，我開過1015 PS 的車子。But this is something else。Apa itu understeer？ Apa itu understeer？ 哦，年輕人。這個 Type R 的紅色啊，它不是一個 cosmetic。這個 Type R 的紅色，它不是一個裝飾品，它不是一個情懷，它不是一個貼紙，它不是一個 livery， 它不只是一個塗裝，它是讓你坐在這個座椅上的每一秒鐘，你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OK， 你都知道自己為什麼喜歡車，自己為什麼喜歡跑車，自己為什麼喜歡賽車，自己為什麼要開車。你找到這個目的性，你找到這個，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。3、2、1，看。那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講啊，買 Type R 的人都是頭腦有一點問題啊。所以為了證明這個 Type R 是不是頭腦有問題的人來買呢，這次我就特別再次把這一台 Honda Civic Type R 開出來試駕，讓大家感受一下為什麼有人會買 Honda Civic Type R。Honda Civic Type R FL5 的價值在哪裡？所以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，follow Instagram account，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，and let's go。